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贝塔测评研究院。那我们做过一期破解烟机单杀谜案的测试，当时有不少弹幕批评室外测试，所以本期我们烟机横测继续，选择了华帝 J6 200Z、方太 Z8T、云米 VK807、小米净烟机 P2 这4款烟机，场地回归到了家居厨房。我们都知道中国菜和西餐的烹饪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厨房的油烟问题不容小觑。WHO 的研究报告指出，就2012年，全球因厨房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就有430万。那本期来测测看，在实际的使用环境中，这4台烟机的净化 PM2.5 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准备了禁烟测试以及附加功能的测试同时对这4台烟机 PM2.5 检测位置的合理性进行了探究。一切准备妥当，禁烟挑战开始。那直接上烟饼可以看到华帝、方太每分钟31立方米的大风量确实有优势，油烟聚拢的很快，排烟利索。那小米表现呢也不错，仅烟机前侧有少量的油烟逃逸，云米呢就比较一般了，顶部侧面都有些许跑烟。咱们继续加码，为了模拟厨房的通风环境，我们在各家烟机后方设置了轻度乱流加设风扇，风力最低档，人体位置有轻微风感。那同样2块烟饼开测，那云米这一边烟跑得更厉害了，难道是为了美观度，所以把吸烟口设计的比较远？这种情况下油烟聚拢比较慢，在两侧逃逸呢较多，风量呢也比较小，在处理大量油烟时有些 hold 不住了，油烟钻过笼烟板，在面板顶部侧方有溢出。小米处理的更好一些，两侧的挡烟板很好的控制住了油烟的逃逸方向，但吸力跟不上快速升腾的浓烟，部分油烟仍会从顶部逃逸。方太正面的表现依旧良好，但烟被进一步的打散后，两侧呢也出现了跑烟。华帝呢整体都很稳，得益于双增压拢烟设计，能有效的聚拢油烟并快速处理。仅在拢烟板缝隙处存在一些轻微的跑烟情况，在通风环境中优势较明显。现在到了最后一项爆炒辣椒测试，它的烟相较于烟饼来说更加的集中，但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爆裂，整体的情况会更加复杂。小米这一边油烟已经突破了小米的阻隔气帘，在面板下沿逃逸。小米的阻隔气帘更多是为了隔绝余烟，油烟量一大就有点压不住了。华帝的大拢烟板则很好的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面对爆裂的油烟也能够稳稳的压制，处理得更加利落。那方太这一边在油烟涌现的一瞬间也没兜住，两侧跑烟比较多，但巡航风量上来之后处理的就比较从容了。云米这边的位置就比较吃亏了，受横向风干扰比较大，吸力呢也比较小，油烟全给隔壁的方太给吸走了。总结一下，我们认为4台机子中表现最好的是华帝，风量大，吸力强，配合大拢烟板，在通风环境下的优势明显，尤其适合开放式厨房使用。方太更适合传统的厨房，吸力很大，可惜两侧跑烟稍多。小米跟云米这一边更适合做饭油烟不多的朋友使用，小米的适用场景会更灵活一些。那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也顺带测试了各家的噪音水平，数据如下。纸面数据比较接近，但结合前面的油烟测试可以发现方太跟华帝的风量很大，这个噪音控制实际上非常不错，只能说还是老牌厨电，细节把控更加到位。烟饼测试全部结束，我们回看一下空气质量检测点的情况。5分钟内各家实测数据如下。这一块跟各家硬件配置牢牢绑定。华帝的禁烟效果在这4款中表现的比较突出。拆机发现，他们家的传感器在拢烟板的上方风箱的底部位置，机器只会感应逃逸的油烟，得到相应 PM2.5 浓度，并根据逃逸的油烟浓度智能调节风力大小，更加智能便利。看得出来，华帝确实有在下功夫做这台机子了。那小米作为烟机市场的新兴势力，凭借 PM2.5 监测，用禁烟闯入大众视野。在这个项目上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它在橱柜位置和人体呼吸处的禁烟速度也非常快。尴尬的是检测精准度，小米的 PM2.5 传感器在机身顶部的位置也是为了监测逃逸的油烟，但现在大家都追求纯频嵌入，导致检测口很容易被橱柜遮挡，逃逸的油烟进得去出不来，数值上得去下不来，做饭的时候看着有点健康焦虑那云米这一边呢，由于风量比较小，净化速度呢也比较慢。另外，我们在机身没有找到明显的进气口，推测传感器在右侧吸烟口的内部信息监测灯后部的位置，它的监测数值会更加接近吸烟口的油烟数值，但此处的数值比实际数值更低，主打一个心理安慰。那方太这一款虽然是旗舰型号，油烟处理和净化也很到位，但比较传统，在机身两侧有2个 VOC 传感器，对有害气体覆盖面比较广，监测 PM2.5 这一块咱们就不为难它了。测完了硬实力，我们再来对比一下烟机的其他附加功能。
华帝呢是超薄净细的设计，整体会更有现代化工业的质感。测量下来机身最薄处只有1.2厘米，整体的比例在视觉上也会显得更加轻盈，并且吸烟口的位置是这4款中距离烟源最近的一个。小米设计上一直都是走的简约科技风，传统欧式顶吸加一字形吸风口。不过2块挡板会显得整体比较厚重。方太和云米的机型都是跨界机型了。方太顶侧一体的吸烟效果比较依赖拢烟设计，而云米顶侧双吸虽然拢烟范围更广，但清洁和维护成本会增加。那云米有一些设计上的不足面板显示过暗，吸烟口距离烟源的距离比较远。那这4款烟机都有 APP 智控和挥手感应，灵敏度也很高，操作空间呢也都满足日常的使用需求。4台都没有出现遮挡视线的情况，大幅度的颠勺动作也能够完成。这里我们还针对油烟机最大的痛点清洗进行了对比测试。烟机的清洗大致可以分为外部清洁和内部清洁。像日常清洗的话，只需要清洁面板、油杯和油网，面板上涂抹油渍。华帝和云米的面板简单擦拭后基本不会留有油痕，而小米和方太的面板则不能一擦即净。油网设计上4台也都有不同，其中华帝和小米都采用了无油网设计，日常清洁的时候可以免去油网的清洁，并且华帝的吸烟口还采用了涂层工艺，更容易清洁，主打一个省心烟机的内部清洁主要看烟机油脂分离度的数值高低，但哪怕油脂分离度再高，用个几年，风轮上肯定会积攒大量的油污，吸烟效率也会受到影响。所以烟机是要定期深度拆洗的，但频繁的拆洗也会对烟机造成一些损伤。比较折中的做法就是自清洁了。这4台烟机中，方太 Z8T 和小米净烟机 P2 没有自清洁的功能。不过小米净烟机 P2 有一个负离子净化装置，能够净味抑菌。华帝 J6 200Z 和云米 VK807 都搭载了自清洁的功能。云米通过叶轮高速旋转甩离油污，华帝则是使用了自家研发的 V-Clean 冲浪洗技术，利用高压水冲洗涡壳和风轮，冲完再高速甩油，相比普通甩油效果会更好一些，也能够减少拆洗烟机造成的损耗。衡测项目就此结束，我们也将整体的测试结果做成了表格，大家可以暂停观看。那这段时间使用下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感受。首先是华帝一是 PM 2.5 监测位置上是目前最优解，2是风量质控，风量是有梯度的爬升，噪音小，体验丝滑。其次是方太和小米，前者拿出了老牌厨电该有的硬实力，油烟处理利落，不过两侧偶尔会轻微跑烟。那小米的欧式顶吸和两侧拢烟板的设计可以应付厨房多数的使用场景，但面对重油烟场景比较吃力。那最后是云米其实它的价位参数已经有很大的诚意了，只是对手太强，实际表现逊色了一些。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里是贝塔测评研究院，我们的探索和测评不会止步，大家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谢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期见。